就在阿拉伯人的势力从公元636年开始，趁着天时地利迅速扩张的同时，他们的内部其实也发生了斗争与分裂。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上一集我们说阿拉伯人崛起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拜占庭与波斯两败俱伤，其二则是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让阿拉伯人凝聚在哈里发的统治下，从沙漠地区往外寻求更多的财宝与富饶的土地。更具体来说，伊斯兰教信奉唯一真主阿拉的宗教信仰，加上早期古兰经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规定，造就了一个信仰、一个语言、一个国家的高度凝聚力。不过，这样的统治在公元644年受到了动摇，原因在于当时继任的哈里发乌斯曼大举任用家族成员，引起其他部族的不满。乌斯曼出生于奥美亚家族。虽然乌斯曼率兵灭掉了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又编定了古兰经，但他对内却无法有效的管理，这就让不满于他的派系，另外推举穆罕默德的表弟阿里担任哈里发，并在公元656年暗杀了乌斯曼。乌斯曼死后，原本支持他的奥美亚家族当然不愿意承认阿里继承为哈里发，于是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阿里也被刺杀而亡。奥美亚家族则重新夺回统治权。不过呢，推举阿里的派系并没有就这样消失哦。相反的，他们始终认为只有阿里的后代才有继任哈里发的资格，而他们也逐渐发展成什叶派。而另一边则是逊尼派，因为逊尼派是主要的掌权团体，所以常常迫害什叶派，这就让什叶派发展成非常好战的团体，并坚信他们才是真正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就算到了今天这两派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什叶派目前在伊朗、伊拉克有着众多的信徒，占了全世界伊斯兰信徒的1/10左右。话说回来，从公元661年阿里被杀后，奥美亚家族便一直掌控着阿拉伯的势力，他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公元717年。这段时间是阿拉伯相对安稳的时期。奥美亚王朝的统治有点像原本的拜占庭，他们同样也是任用当地的官员来治理叙利亚等地区，而不是让穆斯林来管理。那穆斯林在做什么呢？他们继续往西方扩张，试图占领整个地中海。但如果想要达成这个目标，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个绕不开的阻碍。公元717年，奥美亚王朝毕其功于一役，集中所有力量，海陆并进，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我们都知道，他们败给了利奥皇帝以及希腊火的恐怖武器。战败的奥美亚王朝之后，便逐渐被阿拔斯家族给取代。与奥美亚家族不同的是，阿拔斯王朝的重心不再往西，或是执着于侵略拜占庭。相反的，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就将首都从位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移到了离原本波斯首都不远的巴格达，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部，现今伊拉克的首都。此外，阿拔斯也效仿波斯的专制政体，建立起繁琐的宫廷制度。这种向西方拓展的方针，转变成往东方发展的策略，让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各国终于能够喘口气。在接下来的100多年，可以说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的成就，不在于武力扩张的版图有多大，而是透过繁荣的商业贸易，让学术与科技得以交流和传播，藉由伊斯兰文明搭起的桥梁，让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展开了碰撞。这个时期的东方文化圈，也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由唐朝文明为中心所形成的东亚文化圈。当时的中国对阿拔斯王朝的称呼则是大食。不过，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的阿拔斯王朝，在两河流域的农业逐渐衰落后，也跟着走向下坡。关于这一点，我们很早之前在讲古文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两河流域在经过几百年的开垦，地力早就不堪负荷，使得原本以下游城市为政治中心的苏美人，逐渐被中游的古巴比伦给取代。同样的状况，也让阿拔斯王朝不得不面对经济基础的农业开始动摇的问题。既然内部问题难以解决，那就只好转移焦点。公元782年，阿拔斯王朝再度进攻拜占庭帝国，试图夺下小亚细亚，但事与愿违还引爆内战。在好不容易解决内乱后，
阿拔斯转头雇佣战力更强的土耳其人作为军队，好继续进攻拜占庭。但雇佣兵的政策反而让土耳其人发现这个庞大的国度外强中干的事实，这就让军队逐渐架空政权，成为国家的实际掌控者。而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则沦为没有权力的傀儡，直到公元1258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平了巴格达，才彻底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从阿拔斯王朝走向没落到拜占庭灭亡的这段期间，伊斯兰文明大致上是群雄割据的时代。虽然说是各国割据，但他们的文明发展却没有倒退哦，反而继续拓展到土耳其和印度，并在塞尔柱土耳其和鄂图曼土耳其崛起之后，再度将伊斯兰的世界给统整起来。不过关于土耳其人的扩张，我们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讲。先继续深入了解阿拔斯王朝的黄金时代。前面说过，他们效仿波斯建立专制统治，同时他们也继承波斯的世界主义以及宗教宽容的政策。被统治者不需要强制改信伊斯兰教，再加上古兰经还强调所有穆斯林一律平等，在种种因素之下，让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当良好。这跟我们之前说过的拜占庭类似哦，他们都大力推广教育，因此穆斯林普遍能够识字，而只要你有能力或才华，就能够爬上政府的高层。再加上古兰经也很重视对于学术的探究，因此阿拔斯王朝还建立了一所图书馆与翻译机构，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智慧宫。后来更成为当时的学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文学创作当然就非常发达哦。很有名的故事《1001夜》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不过跟拜占庭帝国截然相反的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或许是因为阶层地位的变动很快，让那些获得成功的穆斯林很想透过展现权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而最能够彰显他们地位的就是妇女。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妇女是最有价值的。再加上一位男子可以同时娶4位妻子，这就让妇女变得稀少而珍贵。而男子除了透过自身的能力进入政府机构之外，还有很多人献身于宗教，像是成为乌利玛。乌利玛有点像是牧师哦，更具体的说法是专门研究伊斯兰宗教与法律的学者。他们钻研教义，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外还有像是基督教隐士派的苏菲派，他们强调沉思冥想，虽然被称为苏菲派，听起来像是一个有一致行为的团体，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共同的纲领，有的被称为狂舞托钵僧，有的是苦行僧，甚至还有人把那些在市集上玩蛇的人也统统都归类到苏菲派中。话说回来，如果你不想当官，对研究教义也没有兴趣，那么你还可以研究哲学，跟拜占庭有点类似哦。伊斯兰文明对于古希腊哲学也非常着迷，尤其在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哲学学院后，希腊的哲学家们便纷纷移居到了东方，让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被翻译成叙利亚文，并渐渐在伊斯兰国度传播开来。当时伊斯兰的哲学家们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宗教进行融合。我们之前谈到希腊哲学时有说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该避免走上禁欲或纵欲的极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要找到平衡，如此才能达到永恒。而伊斯兰教呢，当然是顺从唯一的真主阿拉，并遵循穆斯林应该遵守的义务，如此才能在末日审判来时进入天园。最为有名的伊斯兰哲学家是伊本希纳，他将这两者融合的结果，反倒有点像是苏菲派的神秘主义。一方面认同物质不灭，另一方面也认为真主是永恒的，因此主张灵魂不灭，没有所谓的轮回。这样的理论也成为了伊斯兰主流的哲学思想。当然啦，也有些哲学家完全切割哦，理性思考归理性，宗教信仰就归宗教信仰，互不相容。但当时的哲学家们无法依靠研究哲学而过活，所以他们通常身兼多职。普遍来说，他们通常也是科学家，除了研究自然科学以外，可能还会研究占星学或是医药学。这两种学科或者说职业才是能够让他们赚取财富的主要来源。那至于这些科学家或医学家们带来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